不畏曲折迷离 ，K 姐一起探秘。大家好，我是 K 姐，欢迎回来。一把诞生于1亿年前的神秘铁锤，一块疑似外星飞船零件的奇特铝合金，以及在埃及帝王谷中发现的用陨石铁做成的匕首。人们在世界各地都曾偶然间发现过类似的穿越时空的文物，并且至今依然没有人知道它们的真实来历。更加离奇的是，在经过研究之后，人们发现这些文物似乎都不是出自于人类之手，而更有可能是外星人创造的。这是否就像人类在2019年建立了月球图书馆一样，有一种外星生物也故意在地球上留下了自己来过的痕迹呢？这些神秘文物的背后又究竟隐藏着怎样的秘密呢？这一切要从2019年的一项太空计划说起。这一年的2月21日，私营航空航天公司 SpaceX 发射了一枚猎鹰火箭，火箭上运载的是一艘来自于以色列的月球探测器，它被命名为创世纪号。在此次航天行动中，创世纪号有着一项非常特殊的使命，那就是将其中搭载的月球图书馆安全地送到月球上。而所谓的月球图书馆，其实就是一组储存了超过3000万页数据的微型磁盘，其中还包括了英文的维基百科的完整副本。也就是说，这个文档资料几乎包含了人类历史上的一切文明成果。月球图书馆采用了一种能够保存140亿年的材料，其中不但储存了2万张文字、图像和照片，而且还贴心地附上了解码月球图书馆上数字信息的步骤。科学家们之所以要大费周章地设计这样一组磁盘，目的也很简单，那就是如果有天我们人类文明遭到了毁灭，那月球图书馆也许能将宝贵的人类文明在宇宙中留下痕迹，这给未来可能会来到太阳系中的任何外星生物留下人类存在过的线索。2019年4月11日，创世纪号在发射7周后成功到达了月球。虽然探测器在着陆时发生了点小意外，但幸运的是，月球图书馆并没有遭到破坏。这也就意味着，即使有一天地球文明被摧毁了，人类所有的历史记录依然可以在月球上被找到。很多研究学者认为，现在人类在月球上建立图书馆的行为，其实在很久很久以前就有外星人在地球上做过同样的事情了，而且能够找到的证据其实在世界各地都有。那么究竟有哪些文物很有可能是被外星人创造并遗留在地球上的呢？首先要提到的是一把极为特殊的铁锤。1936年，美国德克萨斯州的一对夫妇在一个叫新伦敦的小镇散步时，发现了迄今为止最令人费解的古代文物之一。这是一把与岩石紧密相连的锤子，它的部分手柄还镶嵌在一种非常古老的岩石里。更让人好奇的是，这把锤子竟然存在了多少年呢？在经过鉴定之后，考古学家得出了一个惊人的结论：包裹着这把锤子的砂岩通常需要1亿4000万年才能形成，就算从南方古猿算起，人类也只存在了200-300万年。那么这把可能诞生于1.4亿年前的铁锤究竟是被谁创造出来的呢？事实上，像这把铁锤一样存在争议的考古发现，人们通常把它们归类为时代错误遗物，指的是那些出现在了不该出现的地方的加工物。因为在主流科学界，这样的发现就是真的不知道怎么给它归类了。关于这把锤子，正是因为无法解释这包裹着锤子的石头是来自于1亿4000万年前，所以有人就怀疑那对夫妇是不是搞错了发现它的地点呢？现在仍然没有定论。那又有哪些文物的真实性是不容置疑的呢？这里我们就不得不提到一个神秘的地方——埃及帝王谷了。1922年11月，英国考古学家霍华德·卡特和卡纳丰伯爵在这里发现了震惊世人的图坦卡蒙陵墓，并从中挖掘出了大量的宝藏，
这也是埃及考古历史上最重要的发现。图坦卡蒙是古埃及第18王朝的第12位法老，直到今天，他的陵墓仍然是帝王谷中保存的最完整的地方。但谁也想不到的是，人们在图坦卡蒙的坟墓中发现了一件充满疑点的东西。这是一把由黄金和水晶铸造而成的铁匕首，而奇怪的是，在这把铁匕首被创造出来的时候，铁这种材料在埃及还尚未被使用，直到200年后，埃及人才掌握了炼铁的方法。而更加神奇的是，就在2016年，科学家把这把匕首进行了新的检测，证实了匕首所用的材料其实是一种来自于太空的铁陨石。由于这种陨石铁中的镍含量很高，金属会变得很脆，因此要想使用它制作成一把锋利的匕首，那必须要采用一种特殊的堆叠技术。首先需要把金属加热到2000度，之后再进行数次的折叠，以增强金属的硬度。但奇怪的是，这把匕首上并没有明显的折痕和裂痕。那么它究竟是如何被制作出来的呢？根据古埃及人的记载，有关金属的知识是由造物神普塔赐给埃及人的，并且在传说中，普塔神不但有着绿色的皮肤，而且是从天狼星来到我们星球的。你们有发现吗？这个传说与现在的科学发现正好吻合，因为它的材料正好是来自于地球之外的陨石。那么有没有可能，这把神秘的匕首的制造工艺也是来自于地球之外呢？而像铁锤和匕首这样看似普通的东西，真的有可能是出自于外星人之手吗？研究学者们还指出了另一个被博物馆故意隐藏起来的神秘文物。时间回到1974年，在罗马尼亚的特兰西瓦尼亚地区，一群工人们在沿着木列石河挖沟的时候，意外地在地下10余米的地方发现了一堆神秘的巨大骨头。经调查发现，这些骨头属于一种在4万年前就已经灭绝的猛犸象。更令人惊讶的是，工人们还在象骨堆中发现了一个神秘的金属物体。大家都十分好奇，一个金属物体怎么会和4万年前灭绝的猛犸象埋在一起呢？在检测之后，人们还发现它其实是一种铝合金，那就更让人匪夷所思了。因为直到19世纪中期，人类才掌握了制造铝的方法，所以没有人能够解释这块铝合金为什么会和4万年前的猛犸象埋在一起呢？难道是时光穿梭了吗？这块铝合金后来被称为阿尤德吕歇，并被送到了特兰西瓦尼亚的国家历史博物馆展出。但奇怪的是，在它展出后没有多久，它就从公众的视野中消失了，并再也没有被展出过。根据这个国家博物馆的工作人员说，不对他们进行展出，主要是因为他们的来历太过于蹊跷，即使是专家也无法解释清楚。目前人们对阿尤德吕歇的来历主要有以下2种观点。第一种观点认为，它其实并没有人们想象的那么古老，有可能后来是有人把它放在象骨之中的。那如果真的是这样的话，为什么偏偏只有1块铝合金呢？而且如果真的是谁在人类会制造铝合金之后放在那里的话，那为什么当时的人不挖出猛犸象去换取利益呢？其目的又是什么呢？而关于阿尤德吕歇更奇怪的来历，很多人则相信它并不是来自于地球。还记得我们在视频的开头提到的月球图书馆吗？一位航空工程师在看到这块铝歇后，认为它很像是创世纪号月球探测器起落架的一部分，也就是说，阿尤德吕歇可能是随着一架航天器坠毁在地球上的，就像创世纪号坠毁在月球上那样。如果真的是这样的话，这块铝歇也许就能够证明真的有外星人在4万多年前就来过地球。不管是我们刚才提到的被上亿年砂岩包裹的铁锤，还是出土埃及的用铁陨石制造出来的匕首，又或者是和4万年前灭绝的猛犸象埋葬在一起的铝合金，这一切都给人类的来源蒙上了一层神秘的面纱。
我们对这些未知之物总是充满了好奇，但现代科学却又无法解释。看来我们只能让时间来解释这一切了。